大家好，由这支影片开始，我会来分享几个跟录制电脑教学影片相关的几个小技巧。透过这些小技巧的分享，希望能够对需要制作电脑教学影片的朋友能够有一些帮助。今天介绍的第一个小技巧，就是要局部放大萤幕的一个区域。那通常为了能够让观看者看到萤幕的操作的过程，或者是需要做程式码的逻辑的介绍的时候，经常会有需要放大影片中程式码区域相关，或者是需要操作的萤幕的部分的画面。透过放大萤幕的画面，使用者就能够更加清楚的看到萤幕的外观或者是程式码的内容。那在我使用的 Filmora 11里面，局部放大萤幕区域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关键帧。透过关键帧的操作，就可以很容易的来放大萤幕的部分区域。以下我就先来介绍关键帧的操作。另外还有一个透过裁剪跟缩放的方法，也可以来达成局部放大萤幕内容。首先我会先介绍关键帧的操作步骤。开始来建立 Filmora 的新专案，点击新专案，然后在新专案的画面里面汇入要用来测试的一个影片。这个就是我用来测试的影片，先把它给加到影片素材区，再将它给拖拉到时间轴的区域里面。因为它这一个影片有声音，点击左边这个就可以把音轨给关闭，然后接着就来看看要来做这个局部萤幕放大的一个操作。假设萤幕放大的操作是要从这边开始的话，在要放大的开始的前几秒的位置上面，要做关键帧的操作，记得一定要先点选影片的片段，然后将播放头移动到要开始放大萤幕的位置的前几秒位置以后，停放下来，再点击关键帧的图示，点击它，新增要使用的第一个关键帧，点击以后，萤幕上就会出现第一个关键帧的画面。再移动到实际上萤幕要放大的位置，就再点击播放头后面几秒的位置以后，再点击关键帧，也就是加入第二个关键帧。目前第一个关键帧跟第二个关键帧，它的所有的内容呢都没有做变动，因此这两个关键帧呢是不会有任何关联，就是都是独立的关键帧。但是现在我们要放大萤幕的大小了，所以就在缩放这一边把萤幕的缩放比给放大。假设要放大成 200%， 就输入了200，按下 Tab 键以后，它的缩放 X 跟缩放 Y 都会变成是 200%。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萤幕上面的画面已经变动了，因为它已经变成是2倍的大小。再移动一下萤幕的范围，让它可以显示真正要显示的程式码的区域。假设我们要显示的程式码区域是这个地方，然后拖拉完毕正确以后，这个时候再点击一下这个好，是说这个画面就已经做变动。再放大一下时间轴，你可以发觉第一个关键帧跟第二个关键帧中间，因为我萤幕大小跟位置都有变动，所以它就会产生出一个箭头，表示它会从第一个关键帧慢慢的变动变成第二个关键帧。这个就是关键帧新增的方法，我们可以来播放一下。你可以看到它马上就直接跳出它的一个内容，其实是可以把这个秒数再把它给拉大，这样子让动画的效果能够更清楚。我这个秒数，我这个时间我把它往后拉长，关键帧中间的变化的秒数变多了，我们再播放一次，可以看到萤幕上面就会有一个缩放的动画的效果。这个就是关键帧。假设我在这个位置的时候，程式码讲解的位置要变动了，这个时候就是再点击一下关键帧的图示，增加第三个关键帧。那请大家注意，第二个关键帧跟第三个关键帧目前它所有的这一些属性通通都没有变动，因此第二个跟第三个关键帧中间呢就不会出现箭头。然后接着我们要产生第四个关键帧，这个第四个关键帧我们再把播放头往后拉，假设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萤幕变成是目前萤幕的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再点击关键帧，加入第四个关键帧。假设我们萤幕做了一个变化，那你可以看到箭头就会出现了，这个就是我们又把画面做了一个变动。因此请大家注意，第一个关键帧到第二个关键帧，因为它有变动，所以它会有箭头出现。第三个关键帧跟第四个关键帧，因为它有变动，所以中间的箭头也会出现。要注意的是，第二个关键帧跟第三个关键帧中间呢，它的内容它的属性不可以有变动，要不然这个第二个跟第三个如果也出现了一个箭头的话，萤幕就会慢慢的变动，你会看到有一个很慢很慢的动画效果。所以这边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要有萤幕变动的时候，记得先添加一个跟前面的关键帧完全相同的关键帧，然后往后稍后几秒以后再加上一个有变动的关键帧，那这样子它的整个萤幕的变动呢才会是正确的。接着移动到后面，假设在这边呢，我要把萤幕改变成是100%的内容，就是要还原成全萤幕的内容，因此那
再加上第5个关键帧。那请注意哦，第5个关键帧它的内容要跟第4个关键帧完全一样。接着我再往后面移动几秒钟，再添加第6个关键帧。那这第6个关键帧呢，我们要改成全萤幕，因此我就把它缩放点击还原，把它变成全部是100%。然后这个时候第5个跟第6个中间它就会出现了箭头，我们放大看一下，这个箭头就会出现。那这个就是关键帧操作的一个重点，记得一定要有一个关键帧要跟前面一样，然后往后几秒以后再新增真的有变动的关键帧，这样子才会是一个很正确的关键帧的操作。接着来看一下，如果要用裁剪的话要怎么来操作。先把它给还原把原先的影片呢按下 Alt 键呢，再整个移动下来，把先前有变动过增加过关键帧的影片给替换，那这样子就已经是还原成还没有做任何变动前的影片。找一下播放头，假设我的播放头在这个地方要做萤幕的一个部分区域出来要做裁剪的话，播放头在这边呢点击一下它的裁剪，或者是按下 Ctrl B 把一段影片呢切割成2段影片，后面的这个影片上面去点击裁剪，它的裁剪的画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点击这一个裁剪。那在这个裁剪那个地方就来指定萤幕上面要缩放的内容，假设我们是要这个程式码的区域，我们就把这一块区域给缩小，移动到适当的范围，假设就是我们程式码的显示的内容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要裁剪的内容，好了以后就按下 OK。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从前一段播放下来的时候，它到了新的这个片段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是刚刚裁剪的内容。那我们再示范一次假设在这个地方裁剪上半部，然后点击裁剪，再切出第3个影片的片段，然后再点击裁剪，再把内容呢缩放到要显示的位置，比如说就是要显示这个更大的位置，按 OK。 好，然后就可以播放看看，你可以看到画面就会变成是刚刚切出来的这一块大小。那这个方法它是直接从这个片段跳到这一个片段，它中间就没有一个逐渐变化的动画，它的感觉会比较突兀一点。因此其实我使用先前关键帧的操作会是比较顺畅比较和缓的一个变动，对观看者的感受来得比较友善。因此我建议大家尽量使用这个关键帧的操作来做局部的萤幕放大的一个功能。今天就介绍了使用关键帧跟裁剪的方法来放大萤幕的画面，希望对要录制电脑教学相关的影片的时候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如果大家觉得这一个技巧很有帮助的话，也请多加分享并且订阅，谢谢各位。